乌军重兵集结扎波罗热市，这将是下一次反攻的重点。根据俄罗斯的情报显示，乌军以及外国雇佣兵组团驻扎在扎波罗热，工厂、行政大楼、公寓、学校和医院等地方都成了军事驻地，同时携带了北约装备。乌军增兵扎波罗热，俄军不可能就看看不动手，大概率也会在扎波罗热下注，预防乌军反攻。说到这里，火力军就有点熟悉了。乌军去年9月份反攻哈尔科夫，所以就火力军的看法来说，扎波罗热可能是乌军继赫尔松、哈尔科夫之后第3个发动反攻的方向。这地区的位置还挺重要的，很可能产生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局面，从而影响整个南部战线。目前扎波罗热州超过70%的领土属于俄罗斯控制，首府扎波罗热市属于乌军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乌军士兵与外籍雇佣兵在扎波罗热市集结，只有一种可能：反攻。乌克兰已经宣布要在夏秋之际大反攻，火力军猜测大概率是从扎波罗热开始。现在的扎波罗热地区已经集中了很多乌克兰的部队，并且都是从北约训练回来的，据不完全统计达到了4到6万人，配备的都是北约援乌的装备，并且组建了相应的战斗群，跟俄罗斯报道的信息差不多。还有就是扎波罗热地区的地理位置，在去年俄军撤出赫尔松并炸毁了包括安东诺夫斯基大桥在内的主要桥梁后，扎波罗热就成为了乌军进入克里米亚的通道。其次，扎波罗热本身比较适合军事集结，与在顿巴斯、哈尔科夫地区等前线周围的集结地来说，扎波罗热可供隐蔽的建筑物多，医疗配套设施完善，交通便利，后勤补给方便，完全可以满足乌军反攻的前提条件。同时，反攻的武器也已经准备就绪。在去年年底，乌军司令扎卢日内要求300辆坦克、600辆装甲车和500门火炮就能发动反攻。到4月下旬，美国和北约将会提供200辆豹2、豹1挑战者型坦克，还有数百辆装甲车以及大约100门火炮，在武器装备上已经够用。至于反攻会不会从克里米亚开始，火力军认为大概率不会。战争都是声东击西，最终的目标当然要夺回克里米亚，但是大反攻绝不会从克里米亚直接开始，而是从扎波罗热的外围开始。那么乌军会如何反攻？反攻的战术是什么？乌军反攻的战术大概率是多路协同。首先，在巴赫穆特地区继续消耗俄军主力；其次，在克里米纳方向持续吸引俄军战略预备队，要让俄军把救火队留在卢甘斯克。同时，乌军主力冲击南线扎波罗热方向，甚至是赫尔松西岸地区，最终冲向亚速海，利用反舰导弹封锁克里米亚半岛运输线，占据整个战略有利地位。不过，这里的关键是，乌军必须要在巴赫穆特或者克里米纳任意一个地方打出一个缺口，让俄军投入战略救火队，乌军主力才能趁虚而入，直冲扎波罗热，打入梅利托波尔。简单来说，就跟当初反攻哈尔科夫以及赫尔松差不多。各位可以回忆一下，乌军是怎么发动哈尔科夫和赫尔松右岸反击战的。先是在赫尔松右岸猛攻俄军，迫使俄军调动哈尔科夫预备队增援赫尔松。这个时候，乌军8个旅突然在哈尔科夫发动反击，一举夺取伊丘姆、库皮扬斯克和红利曼等战略要地。就在赫尔松右岸俄军准备回军增援的时候，乌军又发动赫尔松右岸反击战，最终夺取赫尔松城。扎卢日内和希尔斯基很善于这种东拉西扯的快速战，这一次大概率也应该是一个路子。当然，想要引诱俄军战力失衡，福勒达小镇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相比较巴赫穆特，福勒达小镇的战役重要性更大。作为顿涅茨克州南部边境小镇，福勒达向北可以挤压马林卡，向南可以威胁扎波罗热。乌军发动扎波罗热反攻之后，如果顿巴斯地区俄军主力增援南线，福勒达乌军炮兵可以直接轰击俄军运输线，这是一个可以干扰甚至阻挡俄军援军的重要地点。或者说，乌军在反攻扎波罗热的时候，也要注意福勒达小镇。至于战术，可以用远程火力精确打击补给线、弹药库等俄军物流节点，然后在对方物资短缺时发动攻击。
当然，战术不是 Ctrl+C、Ctrl+V 就能直接复制了。赫尔松和扎波罗热是不一样的。第聂伯河右岸的赫尔松，三面受敌，一面临水，只有3座桥可以作为后勤运输的通道，炸完就没了。梅利托波尔则位于扎波罗热，路网密集，道路穿越的河流也很狭窄，几十米宽的那种，很容易炸掉修复。而且数量很多，完全炸掉运输线的难度有点大，这就需要乌军突击路线上的每个城镇的补给线，然后一个城镇一个城镇的靶点，啃80公里，直到到达梅利托波尔。扎波罗热地区的攻势远不如顿巴斯8年设防区坚固，和俄军几次大规模撤退的地区差不多，所以相对容易一点。毕竟俄军虽然火炮的数量多，但反火炮作战能力很差。如果北约援乌的火炮足够多，俄军就很难打破乌军火炮对城镇周围补给线的封锁。总的来说，在巴赫穆特局面这么紧张，1万多乌军守军被俄军主力攻击的情况下，乌军主力和大批北约武器都集结在扎波罗热地区，肯定有大行动。至于能不能成，还要看北约的支援。现在的北约既希望俄罗斯军队打输战争，又不希望乌克兰打赢战争。白宫的政策是支持乌克兰，但是又不能让乌克兰太强。不过，就以乌军当前的战力来说，只要已经说好的武器到位，成功率还是不小的。乌军的防空系统与攻坚能力都已经升级了。在去年11月份，俄军从赫尔松撤退之后，双方就形成了一个僵持局面，也没有大规模的胜利。这个时候就是积蓄力量的好时机。所以一直表示，乌克兰想要北约提供爱国者以及欧洲的 SAMPT 防空系统，通过统合次一级的防空系统形成体系，打造乌克兰的防空网络，保护地面火力、经济和社会正常运行，保证军工正常运行，并扩大升级生产。同时等待北约的坦克、装甲车到场，这点现在已经可以保证了。美国第一批爱国者系统已经送到乌克兰，德国1套，荷兰2套爱国者系统正在准备之中，美国后续应该还有该系统。法国和意大利的 SAMPT 系统也在准备和培训之中，这些应该在6月份之前全部送达，可能还会继续增加。攻坚能力，火力军就不用多提了，坦克联盟直接把乌军的地面实力上升到比英国都猛，加上海马斯、弓箭手、凯撒等远程火炮，乌军的火力精准度比俄军强得多。唯一的问题就是数量少。不过乌军想要成功反击，还有一个问题，制空权。这是乌克兰的弱点。现在北约的一些国家援乌米格29，要重振乌克兰的空军，但是还不够。当然不是米格29不行，米格29的战力当然没问题，就是年龄大了，想要对抗苏27、苏35这样的飞机难度会很大，毕竟全怕少壮。像空战这种互锤的情况，年龄越小优势越大，所以北约就表示，你要 F-16战机不要，还有什么法国的阵风一块给你送过来吧。不过就算是有战机，下球之际的反攻大概率来不及，飞行员的培训起步都是半年，只培训2-3个月，根本无法驾驶阵风和 F-16。所以火力军还是觉得北约最好直接援乌战机加飞行员来一手套装，北约飞行员换上乌克兰的军服，直接去乌克兰作战。按照俄罗斯的说法，之前在扎波罗热战场已经发现约40个国家的雇佣兵，再多几个飞行员也无伤大雅。乌军厉兵秣马，准备反攻，俄军也没闲着，开始招收炮灰，顺带让国内的军工厂加快生产速度。不过能不能成就不好说了。为了应对乌军的反攻，瓦格纳又开始招炮灰了。瓦格纳头子普里戈金3月18日表示，瓦格纳在俄罗斯42个主要城市每天招募500至800人，最多一天能够招募到1200人，计划将在5月中旬招募新兵至3万人，也不知道这3万炮灰能撑多久。在巴赫穆特战场，自从乌军的援军到了以后，俄军越往巴赫穆特市区推进，损失就越大。有电报群称，普里戈金承认瓦格纳死亡超过3万人，而乌克兰少校赫特曼则称，瓦格纳的雇佣兵曾经达到4万5千人。
到现在，根据军方的估计和情报，只有大约7000人还活着。总而言之，瓦格纳已经残疾了，只能继续招收炮灰。从这点来看，普京暂时不会继续全国范围的动员了。普京作为瓦格纳的幕后 BOSS， 完全可以拿雇佣兵当借口，鼓励国内的年轻人加入战场。除了罪犯，总有一些想不开的小年轻会去。不过，瓦格纳招募新兵，目的大概率不是为了应对乌军现在可能的反击，毕竟还需要训练一下。如果乌军反攻的时间太晚，瓦格纳估计要满血复活。当然，就俄军一贯的作风，如果到时候乌军的反攻开始，火力军也不排除这些炮灰刚训练1周就直接上战场的可能。其次，俄罗斯军工厂也是加足马力。按照俄罗斯的说法，部分弹药产量增长了近50倍。俄罗斯乌拉尔车辆厂的工人已经开始3班倒工作，主要生产 BMPT 战车和 T72B 主战坦克。按照俄军工厂的生产能力，一辆战车或坦克需要300个工时，一条生产线1周可以移动2个工位，4条生产线1个月可以生产32辆左右的坦克或战车。当然，这只是生产周期，如果是从仓库起风的坦克或者步兵战车，改装周期会更短，同时还将继续生产匕首和高超音速导弹，并增加导弹的产量。同时，俄罗斯还计划将攻击直升机的产量增加1倍，预计今年将生产300多架直升机。只是战车改装什么的，火力军不觉得有问题，但是增加导弹的生产，总觉得有点难。不过，无论俄军怎么拼，还是拼不过北约。就算是持续战，乌军也占据上风。整个北约地面武器弹药生产系统正在为俄乌战争重启，以支援乌克兰军队。欧盟决心重启炮弹生产线，最终为乌克兰提供价值40亿欧元的100万发炮弹。莱茵金属要将炮弹产量增加到每年50万发。同时，为满足乌军 T64 和 T72 型坦克弹药需求，北约国家开始为乌克兰生产苏联坦克配备的125毫米坦克炮炮弹。莱茵金属还将为乌克兰生产出第一批全新黑豹坦克，一种轻量化豹2坦克，还准备在乌克兰建厂生产。不过，乌克兰境内军工厂经常遭到俄军轰炸，因此乌克兰军工厂人员将会转移在东欧国家军工厂，利用外国机械设备为乌军制造武器弹药。战争比较的是综合工业实力。到2024年以后，北约地面武器弹药军工系统完成重启，将会在产量上碾压俄罗斯。俄罗斯现在具备的优势正在逐渐缩小。总的来说，俄乌战争现在进入了一个僵持局面，俄乌双方都不断地投入更多的兵力和装备到前线，但都没有取得一次像去年那样的战役级胜利。双方都不断地在几个重点地区拉锯，互相进行火力侦察，相互试探。或许下一阶段能够取得优势的是更能积蓄力量的一方，这点明显北约更强。看完视频，各位觉得乌军的下次反攻会从哪里开始？火力军这里预言一波，等北约武器到账之后，乌军会从扎波罗热反攻。